为了让加码军援乌克兰合理化，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周五在记者会上上演了一出好戏。他先是对俄罗斯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批评，美军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培训乌克兰陆军，推动乌军继续与俄作战。除坐收战争财之外，美国还企图在能源方面大赚一笔。印度时报周六引述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结论称，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个月时间，俄罗斯出口的价值630亿欧元的能源中，71%出口到欧洲国家。同时，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总量比印度还多。印度媒体报道上述消息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批评美国虚伪。3月初，拜登下令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等能源产品，最后的交易期限定在4月22号。然而，就在禁令生效前夕，美国却疯狂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最夸张的一周达到了每天购买10万桶。分析指出，在美国带动欧洲对俄一轮轮制裁下，俄罗斯原油的买家在付款和船只供应等方面困难重重，俄罗斯只能便宜卖油。而美国企业则担心禁令生效后，国际油价会进一步上行，因此加紧从俄罗斯囤货。由于石油呢是一种战略性的物资，它还跟美元呢高度的挂钩。所以，美国呢囤积这样一些石油储备，是为了不仅是平息所谓石油价格的所谓的高企，实际上它也是趁机想去不光是赚一把，而且拥有这样一些战略物资，可以说制约很多国家的一些命运。这就是他一贯的这样一些做法，就是一个自食自力的一个国家。美国一边趁着折扣油价增加俄罗斯原油进口，另一方面瞄准对俄能源重度依赖的欧洲国家，通过与欧盟开启能源合作计划，试图切断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的能源联系，逼迫他们将需求转向美国。德国日前就宣布准备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另外，在普京签署天然气卢布支付令之后，面临断气威胁的德国仍硬气表态，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拒绝使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呢，向来是欧洲一体化的中流砥柱但是呢，现在被很多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乌克兰作为质疑所以他现在作为带头大哥他也不可能去像正常的方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那么这次他的言论，实际上就是支持欧洲的战略自主。观察认为，德国态度的转变源于他正转向美国、卡塔尔等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不过，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欧洲公司必须每28立方米多支出1.5美元，才能让液化天然气的油轮从墨西哥湾运到欧洲。仅运输费这一项就已经达到天然气本身成本的3至5成。华盛顿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欧洲国家在尽可能的灵活行动，使其供应多样化，但能源生产商无法跟上需求。一个能够提供天然气供应的新项目，通常至少需要2到4年的时间。